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要说最近啊，谁最上头啊？那必须是莫迪老仙儿啊！为啥呢？因为他这次啊是真栽了，而且那栽的叫一个彻底。事情是这样子的，5月11号，咱们中国民政部啊甩出了藏南地区第5批地名，一共27个。你猜怎么着？印度那边瞬间破防了，直接就炸锅了。你想想啊，这个印巴冲突刚结束啊，咱们这边就来这么一出，直接公布争议地区的新地名，这操作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啊！更绝的是啊，这27个名字可不是随随便便起的，18个是人家当地门巴族、珞巴族老乡的方言，剩下的9个直接从清朝的老地图上扒拉出来的。我的天啊，这哪儿起名字啊？这分明就是给印度那些非法移民来了个釜底抽薪，直接就告诉全世界这地儿自古以来就是咱中国的。这几天网上流传的藏南地区爆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说是要求印度非法驻军离开藏南地区。印度无故驱逐藏南原住民，拆除原住民房屋，就是因为藏南人民希望回归祖国。我也不知道真假，不敢乱说。视频大家看看呢，有能听得懂的给翻译一下。हम लोग बात कर लेंगे। तू क्यों घुसने नहीं दे रहा सोने के लिए पैसा चाहिए। यहाँ 144 लगा हुआ है। 144 किस बात का लगा हुआ है? हम लोग को 144 का क्यों नहीं मिलता? सर हम लोग पहले है क्या पाकिस्तान है क्या? हमारे तो इलेक्शन नहीं है। क्या के लिए मैंने इंडिया में मिलिट्री बोला था? पब्लिक को लौटने के लिए बोला था क्या? सब हमारे जो साथ में 还有说他们一边走一边喊，那意思就是一句我们要回家。听着就让人心头一震呀！想想也是那块地自古以来就是咱们中国的呀，结果被印度给占了。藏南的老百姓在那边受了不少委屈。网上说他们在印度人手底下，自己的语言文化都快没了，连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都很难维持下去，这日子过得叫一个憋屈啊！这次他们搞这么大的动静，就是想告诉全世界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们不承认印度在那边的非法占领，就想堂堂正正的做中国人，回到祖国的怀抱，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说起这中印边境，那可真的是老疙瘩，解不开的结呀！尤其是那个藏南9万多平方公里呢，现在还在印度手里攥着，你说气人不气人啊？这事儿得从1962年那场仗说起。那会儿咱们的中国军队那叫一个厉害打
打的印度那叫一败涂地，藏南很快就全回来了。可结果呢，打赢了，咱们自己又撤了。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啊？这藏南自古以来就是咱们中国的地盘，为啥不一鼓作气的拿回来呢？这事啊背后可复杂了。今天啊，咱就把这个事儿好好给说道一下啊。要说这藏南的归属啊，那得往咱老祖宗那儿扒了。早在唐朝那会儿啊，吐蕃王朝就跟咱们中原王朝的关系老铁了。藏南那地儿啊，也是在吐蕃的势力范围里。后来元朝咱们的中央政府啊，把西藏划进来了，藏南啊，自然也就是咱们的了。到了清朝啊，康熙爷那会儿啊，那更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啊。清朝的地图、地方志啊，都写得明明白白，藏南就是咱们中国的地盘。那时候，藏南的佛教文化、茶马贸易啊，都跟咱们内地联系得紧紧的。可后来啊，这世道变了。19世纪，英国人跑来搅局，想把这个藏南抢走。1914年，这英国人搞了个西拉姆会议，画了一条什么麦克马洪线，硬说啊藏南是他们的。这线啊，其实就是一张废纸啊，咱们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那时候咱们中国自己啊，主要也是乱成一锅粥啊，军阀混乱，列强欺负，根本就没力气管这事儿。1947年，印度独立了，直接就继承了英国鬼子的遗产，把这个藏南当成他们的阿鲁纳恰尔邦了。新中国成立前，咱们对边疆的控制力啊几乎为零，藏南就这么被印度给占了。所以说啊，这个藏南的丢失啊，那是历史的无奈，也是咱们国家积贫积弱的苦果啊。还有很多人不理解的是啊，这个1962年中印战争，咱们的解放军战士啊，那真是英勇无比啊，几个星期就把印度军队啊打得落花流水，藏南大部分地区都收回来了。可就在大家伙都觉得一鼓作气拿下藏南的时候啊，咱们突然间宣布停火，还主动撤军了。这事啊，当时很多人他都想不明白啊，为啥不乘胜追击呢？首先啊，后勤跟不上啊，藏南那地方海拔高，山路崎岖，气候恶劣啊。咱们的战士是能打，可这个粮食弹药运不上去啊！哎，你想想啊，每天要运几百吨的物资翻雪山，那得有多难啊！印度那边呢，它在平原上啊，补给就方便多了。要是打成持久战，咱们肯定得吃亏啊。其次啊，国内的情况也不好啊。1962年，咱们刚经历3年的自然灾害，饿死了不少人，这经济还没缓过来，粮食产量也是低得可怜啊。要是战争再拖下去啊，国内啊肯定要出乱子。而且啊，西藏平叛刚刚结束，边疆还不稳定，全面战争的代价咱们承受不起啊。最后主动撤军也是一种战略，咱们打这一仗啊，是为了教训印度，不是为了全面占领。停火声明里啊，咱们说要恢复和平，维护边境安宁，这才是大国风范。虽然藏南暂时没拿回来，但咱们在外交上赢得了主动。所以说啊，这个撤军的决定啊，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当时啊最现实的选择。还有当时1962年的中印战争可不是孤立事件，那是冷战格局下的一个缩影。那时候咱们跟这个苏联老大哥闹掰了，这关系很紧张啊。苏联虽然没直接参战，但公开支持印度，还给印度提供武器。美国佬呢也趁机拉拢印度，承诺给印度提供援助，还派这个军事顾问帮这个印度训练军队。西方媒体更是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想孤立咱们呀。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要是继续打藏南，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国际危机。苏联可能会在北部边境挑衅，美国佬可能会通过这个联合国施压，甚至直接介入南亚局势。那时候啊，咱们的核武器还没搞出来，军事上根本没法跟超级大国对抗。而且咱们的领导人也看明白了，主动撤军能打破西方国家的围堵。停火后啊，咱们就提出了和平共处的5项原则，赢得了亚非拉国家的支持，国际形象反而提升了。印度那边呢，虽然是保住了藏南，但因为战败丢了面子，所以说啊，这国际形势也是咱们放弃藏南的一个重要原因。1962年的撤军决定啊，直接影响了藏南的现状。印度趁机加强控制，修路、建机场，甚至把阿鲁纳恰尔邦写进了宪法。咱们虽然多次抗议，但没有采取什么强硬措施。现在啊，咱们解放军啊，用无人机啊3天就能测绘完藏南全域，印度侦察机啊却还在用20年前的老古董，差距大到这个份上，印度还敢挑衅，真不知道是谁给的勇气啊！当错纳式的学校、医院拔地而起，5G 信号满格，印度移民偷偷用中国手机刷短视频的时候，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早就名存实亡了。中国这波地名标准化看似温和，实则致命啊！他不用一枪一炮就把主权主张种进了老百姓心里。就像国防部说的，藏南地区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啊。India's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has released a statement in which it makes clear its opposition to China naming places in Arunachal Pradesh. Does the Foreign Ministry have any comment?
藏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对藏南地区部分地名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这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既是打脸殖民地幽灵的耳光，也是给14亿中国人的交代。莫迪要是再装睡恐怕连有声有色大国的遮羞布都要保不住了。相信很快我们就会把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拿回来了。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